妾身要为金兰姐妹林继福申冤。摄政王府有人豺狼其心，蛇蝎其心，谋人性命，请官家查明真相，以为使者在天之灵。叶希言求大人查明国公府表小姐林继福之死。怎么回事？摄政王的贵妾不找王爷，闹到咱们这里，他要告的定是王爷要保的人。王妃，大人，这可怎么办啊？这两位主咱都得罪不起。人命关天，大人若是不受理，我便不走，也让百姓们都看看这大理寺是如何枉法。本官这就随你去王府。谢大人。西域，再坚持一下，我这就把你从魔窟中捞出。住手！你还敢来？西域。对不起，是我来晚了。我没事，我没事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沈玉清，看你还怎么装！下官见过王妃，见过国公夫人。摄政王府的内宅之事，赵大人还是不要插手的好。大人，王妃杀死林继福，又对婢女喜雨动用私刑，需杀人灭口。再胡说八道，本宫就打了你的嘴！已有定论的案子，谁在没完没了的生事？参见摄政王。即刻去京郊大营向摄政王禀明事由，务必请他出面解决。是，大人。裴姬，你不想管，我只好废着周折，让你的亲信请你来管。王爷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岳母说林继福之事已然了结。福儿猝然离世，往日照顾她的丫头难逃其咎，我定然要查清楚。国公夫人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，妾身如何不足挂齿？但您对王爷阳奉阴违，我同王爷说话，还轮不到你这个妾室插嘴。岳母想查，那就查吧。本王记得最后一个见过林继福的，应是王妃吧？王爷什么意思？谁在不依不饶纠缠此事，互相攻击，我绝不轻饶。把人带走。走，西域，走。这贱婢不容小觑。沈一清，国公府庶女，3年前与秦小娘失踪，
也恰好是在3年前，媚香楼多了一位西颜姑娘。叶夕颜，你就是沈玉清。是。你承认了？夕颜纵有100个不情愿，但只要王爷喜欢，也甘愿做沈玉清的替身。你若不是沈玉清，西域为何会叛主？你又为何会大费周章去救一个婢女？西域常年受灵继府的压迫，朝不保夕，横竖都是死，为何不奋力一搏？王爷身居高位，又怎懂我们这些蚍蜉蝼蚁一般的人？我们要想活下去，就只能置之死地而后生。你不是本王，又怎知本王苦？王爷既然，又为何置夕颜于我？他们严刑逼迫夕颜，只认我是国公府庶女。当时，他们将我带回国公府，夕颜就只有死路一条。这么说，倒是本王的错。王爷有什么错？错的都是夕颜。夕颜所在，明知只是王爷的一柄剑，却做不到只做一柄无情的剑。王爷让人将喜雨带走，是作何打算？发卖出去，离京城越远越好。妾身倒觉得，王爷不如把他留下。喜雨知道太多灵继福的事，之后又能作为证人，此等能够拿捏国公府的筹码，王爷岂有放走的道理？本王要对付国公府，何须掳进一个丫鬟？王爷常年身居高位，忙于政事，肯定无暇管此等小事，倒不如交给妾身。反正苏夫人和王妃也视我如眼中钉、肉中刺，妾身不介意，望王爷多分担一些。在你手上，本王怕是会更加担忧。在我手上，不就等于在王爷手上吗？一往一心，王妃有父亲、母亲、婢女，夕颜却孑然一身，只有王爷。王爷，争议我会让你对我动心的。夫人，请。夫人，一切安排妥当。很好，他有张良计，
我有过墙梯，未能用习语将他咬死，那就釜底抽薪，让他自投罗网。是我对不住你。姑娘方方面面都给西域安排好了，是西域没有，差点拖累了姑娘。申时一刻，你若不到，京郊乱葬岗与附近的所有尸骸挫骨扬灰。苏夫人拿我小娘的尸骨威胁我，姑娘明日若去，就等于承认自己是沈玉清。夫人，小的已经跟顺天府尹报备过了，明天去西郊捉拿山贼，到时候就说这个沈玉清路遇剿匪，被山贼泄愤劫杀。做了顺天府的总捕头，思虑着实周全了许多。这样一来，裴寂倘真过问他死活，你就抓几个毛贼顶罪就是。国公府可摘得干干净净。夫人过奖了。你的酬金。那就是有这个心了。小的该死！3年前，就是因为你，才变成今日大祸。小的该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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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了。要不是老身，你区区毛贼，怎能洗白成总捕头？翅膀硬了的鸟儿固然本事大，但想要的也更多了。老大，这乱葬岗里怎么会有喜轿？不能是有鬼吧？这世界上哪有什么鬼？就算是有，也是人搞的鬼。跟我走。果然来了。我该怎么称呼你啊？是叫你叶贵卿，还是沈玉清啊？
沈玉清，我以为你能杀了雀奴和林继福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没想到区区障眼法你就想把老子给糊弄过去啊！李斯，你身为顺天府的总捕头，却甘为国公夫人做鹰犬，开坟掘墓，毁人尸骨，这可都是朝堂的重罪。你就不怕不得好死吗？怎么？这不是你母亲的尸骨？你若是沈玉清，会将自己娘亲的尸骨留在这里，等着被人拿捏吗？沈玉清，你费了这么大功夫，到底为了什么呀？苏夫人狠辣阴质，薄情寡义，你却能为她尽忠多年。她手上有你的把柄吧，而你肯定也留有后手，对吗？你放屁！苏夫人对我恩重如山，我怎么可能会有二心？我可是王爷心尖尖上的人，王爷一怒，伏尸千里。苏夫人和沈元锦可能逃过一劫，可是你呢？是会死在王爷的剑下，还是苏夫人的手里？我妨碍了沈元锦，苏夫人与我已是不死不休的局面。你我无怨无仇，你把苏夫人的把柄给我，我赠你黄金万两，远遁离京。我与那沈玉清当真如此相像？我杀了秦小娘，又抓了她的孩子。你要是沈玉清，不可能是这种态度。万一，宁可错杀，不能放过。此女奸诈，小的差点就被暗算了。回来迟了，请夫人责罚。抓到就好，你先回吧。夫人，不是都由小的来处理后事的吗？他的后事我会亲自处理。是。你说，人若如此，会不会更厉害？畜生给口吃的就能安抚，忘掉从前。这人若是被欺辱得很，就只有血债血偿才能平复。也是，这人呐，比畜生难管多了。只有死了才安分。
苏夫人可知，杀戮多了，必下地狱。是你念再多的经都没有用的。苏夫人，难道怕的不是下地狱，而是现在？你怕那些冤魂来缠着你，报复你？给我扒皮抽筋！我是摄政王的贵妾，你就不怕王爷找你麻烦吗？贵妾，一个连真名都不敢用的妾室而已。洞房替税在先，隐瞒真实身份在后，一而再再而三地玩弄他。今日他若在此，你死得更快。王爷，国公夫人一心要将主子置于死地。奴婢从国公府长大，那里吃人不吐骨头，求王爷救救主子！主子早料到这结果，离开前将这封信交给王爷。怎么，不替你主子求情？姑娘无依无靠，却对素未相识的奴婢有救命之恩。奴婢去国公府，等姑娘的尸体，等安葬好姑娘，便随她同去。王爷，心眼半生飘零，回在王府这段时日，随心随愿。只可惜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，终是无法得到王爷的真心。犹记河西初见，少年将军身着黑色铠甲，河西初见，回眸一瞥，着实惊艳了夕颜的一生。无论何时，王爷在夕颜的心中，都是那个鲜衣怒马的冷面将军。夫人，奴婢会好好的伺候小姐。抽到头皮，再让他断气。玉清，你的才智、容貌都在简儿之上，可惜呀，投错了胎。你若托生在我的腹中，那你比锦儿更有成就。要恨就恨你的小娘，谁让她是一个卑贱的乡野医女？你当真要我死在这里吗？
未给娘报完仇，没见到赵荣不能死。这里没有你的贵妾叶希颜，只有国公府庶女沈玉清。她是谁？本王亲自审问。阿纪，女人可以再找，但伤了国公府和太后的情分，就很难挽回了。摄政王府的后院，不需要国公夫人帮忙照顾。打开。冷面将军，你终于来救我了。本王要听实话。10年前，流寇廉颇河西戍军，朝廷溃不成军，叶家满门被屠。娘亲将我藏在水缸之中，却不想还是被乱军给找到。我正要被割喉时，手持带火的箭矢从天而降。封大皇子裴寂为五品游击将军，亲率3万大军前往河西平灭贼寇。大灾之年，户部粮饷短缺，所需粮草望大皇子于当地自行筹措。陛下，河西流寇已居100万之众，六军被大肆掠夺，毁坏良田，兵部尚书30万精锐前去御敌，尚且溃败，臣无意鸟入樊笼，以卵击石。刁民流寇号称100万，不过乌合之众。兵部尚书败于轻敌，哀家看你已做充足准备，定能一举为朝廷除患。臣恳请陛下。乌江王愿意借兵，只有一个条件，让你母妃前去侍奉。你既不愿为国效力，那哀家也只能……臣遵旨。是王爷救了河西百姓，救了西颜，河西百姓都称呼您为冷面将军。后来西颜在自由区备受欺辱，全靠着将军的故事给撑了过来。他们说，将军出征前穿的是银色的铠甲，经过了层层的鲜血，才变成了黑色。怎么刚好是3年前，沈玉清失踪，你去了媚香楼？再后来，人人称赞的冷面将军，成了人人敬畏的摄政王。杀人如麻，可是西颜不信，西颜只身上京，就只是想看看王爷，却不想差点丢了性命。
夕颜笑，我若是能像青梅姑娘一样，是不是就能被王爷看到，成为对王爷有用的人？王爷对夕颜，可曾有过一念心动？王爷，国公府、何府上下都能证明他就是沈玉清。从今日起，谁再说他是沈清，杀无赦！师父，为何提及河西之战，就能让裴寂相信我就是叶夕颜呢？那是他此生最黑暗也最光明的时刻，是他登顶的起点，而你是见证人。所以，此计的关键是让裴寂勾起对太后的恨，和对一个家破人亡的弱女子的拯救。此计要在性命攸关的时候用，但那也会是你最脆弱的时候。他的拯救会让你心生依赖，但你要记住，无情最动人，永远不要爱上那个人。竟然想要我命，还好我早有准备。不行，不行，都是老子用命挣的，用命挣的。兔子狗棚，挖下个死人！破木珠也当宝贝，哼！看你们互相猜忌，自相残杀，也不枉我在这养雀院走这一遭。可惜没从他口中问出苏夫人的把柄。姑娘，这是什么？摩尼宝珠，地藏王菩萨的法器。很少会有人在家中供奉地藏王菩萨。国公府的佛堂就有一座。
月染小姐，我们家主子要对付国公夫人。夫人，老身活了50多年了，还未见过鬼。你们一个个倒好，比我还见多识广。于母善将我养大在庭院，于母孝我跟野草表姐妻，于母怕孤魂野鬼。快把火！来人，快放箭！点火！放箭！装神弄鬼，是人是鬼都休想在我国公府作乱。于母善将我养大在庭院，于母孝我跟野草表姐妻，于母怕孤魂野鬼滔天理。怎么办？点火！放箭！放箭！放箭！快跟夫人回去！我还是第一次见嫡母这副模样。姐姐，西安姑娘真的不是亲姐姐吗？她能在群倭宴压倒沈云锦，又能在养雀院全身而退。玉香，只要能帮我们扳倒嫡母，她是谁不重要。母亲，临济府鬼魂作祟，传得沸沸扬扬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你这样子，哪还有半点王妃的做派？若不是你非要下作的和侍卫通奸，又怎会落得如此田地？现在是翻旧账的时候吗？你，我已下令封锁此事。只要不传到宫里，天下皆知，那又如何？枉我为你费尽心机，竟半点比不上沈玉清。去抄100遍心经，好好再磨一磨你的性子。国公府的人在这讨论船上歌谣的人，怕是要传不到太后那儿去了。无妨，我自有办法让太后知道。
参见太后。太医不说风寒吗？妹妹怎生这般憔悴？无妨，让姐姐费心了，别把病气过给你。病愈之后，臣妹入宫陪你闲话。哀家今日来还有一事，福儿无法养育在哀家膝下，也未见最后一面。坊间传言福儿怨恨难消，想必是怨恨我这个做母亲的。哀家今日来亲自看看。姐姐，这都是无稽之谈，不可信。姨母，妹妹死后，我与母亲便日日以泪洗面，这分明就是有人借福儿之死离间我们。你们如何对待福儿，哀家是看在眼中的。只是哀家夜夜难眠，须得看看是奸人作祟，还是福儿怨恨难消，也帮妹妹了了心事。搜，一个角落也别放过。是。回禀太后，全府上下均已搜完，没有任何发现。哀家听童谣传唱。烧香礼佛保住底，这是何意呀？虚言怎能当真？把佛龛打开。妹妹藏些经书做什么？福儿是臣妹亲自养大，以心血滋养栽培，怎能不懂？只能夜夜抄经，以解思女之苦。福儿走得太过猝然，是哀家迷了心智啊。摄政王府贵妾叶希颜求见。他怎么来了？放他进来。是。太后娘娘万福金安，臣妾偶得国公府丢失的宝物，特来送还。我国公府未有遗失之物。地藏王菩萨左手的宝珠，怎的不见了？怪不得近来国公府总有冤魂不散的传闻。地藏王菩萨主管轮回之事，莫不是与此事有关？
于禁。夫人没想到吧？李斯早就知晓了你的秘密，仿造了一个。你们母女留下，所有人出去！提姆，真相是压不住的。这次你逃不掉了。不要哭，我们陪着你。你们豪横的心，夫儿是哀家怀胎10月，冒天下之大不韪所生。你们杀了他，还把他的魂魄镇于此处，让他无法转世投胎。太后失言，林继福乃是妹妹远房表亲的女儿，与太后有何关系？太后莫要因小失大。你敢威胁哀家？臣妹自知罪大恶极，但臣妹为太后奔走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再者，福儿是死于摄政王府之中，单凭我与锦儿，又如何掩盖？刚才惹起事端的，可是裴寂的人。正是，姨母，这明显是有人做局。如今父亲的西府君借着我与裴寂联姻，俨然成事。您若舍了我们母女，岂不是等于舍了国公府，自断臂膀？真是我的好妹妹，好外甥女呀！起来吧，国公夫人，摄政王妃。你们母女巧舌如簧，想来早就盘算好了一切。接下来是何打算？臣妹有一个一箭双雕的主意。天干物燥，要小心失火。太后三思，这里面
都是被苏夫人所害之人的冤魂，他们已经死得很惨了。说是再一把火烧了，多少冤魂将得不到安息啊！太后，我小娘的头面还在里面，她曾经给您唱过戏，您亲赐的她头面，可是后来父亲强纳她为妾，嫡母又诬陷她通奸，还有我那未满月的孩子苏夫人，有男生把她救了。闭嘴！求太后三思，求太后只是公道，求太后太后太后，求太后太后，求太后太后，里面还有继福妹妹。她说，她最恨圆圆，只因6、7元钱不想远嫁，却还得在人前欢笑，只敢在醉酒之后，拉着臣妾的手喃喃一语，说：“母亲。”我听话，您别抛弃我好不好？太后，不要被奸人蛊惑，还愣着干嘛？把他抓进去！太后，闪开！闪开！太后，敢在国公府作乱，就趁着乱子把你一块烧死！闪开！事情还没有查清楚，就要毁灭罪证吗？裴姬，你好大的胆子，胆敢冒犯哀家！按我朝律令，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太后难道要包庇胞妹吗？你来人，把苏夫人带走彻查。是。姨母，快救救我母亲！非得把事情闹到这般田地，才肯说实话，晚了。王爷，她是我的母亲，您的岳母，也是有一品高明的国公夫人。锦儿，你是王妃，泰山压顶，不能失了王妃的仪态。做王妃该做的事，放开我，本夫人自己会走。把王妃带回王府。我们也该回府了。王爷棋高一招，先是借叶贵妾之手，将童谣传入了太后耳朵里，又上演了一出英雄救美，既破了太后与国公府的关系，断了太后的臂膀，
又俘获了美人心。他抵刀，我收鞘，棋逢对手而已。这是妾身做的紫苏引子和梅子糕，请王爷和先生品尝。姑娘，您怎知王爷会帮我们？太后和王爷共治天下，不过是权宜之计。民无二主，国无二君，他们都想置对方于死地。裴寂是不会放过这么好的能够削弱太后势力的机会。可我不明白，王爷不是已纵容他们压下了林继福之死？那是因为林继福确实为沈元锦所杀，沈元锦是摄政王妃，又是昭儿的母亲。如今祸水引到苏夫人那边，摄政王府就能摘出去了。嫡母确实该被清理了。想来看笑话，未免也太早些了吧？苏夫人就这么自信，这次还能安然无恙？我上有太后褒姒，下有国公府，即便是定了罪，也不过是去佛庄或者是庄子上小住几日，风波一过，自会回来。一出牢房，我定会结果了你。苏夫人说的没错，太后的确不打算追究林继福之死，还对外称她已经亲眼看过仵作验尸了。这些年，国公府冤死了多少亡魂啊？姨娘、庶子、庶女，还要我帮你一一细数吗？国公也都帮您遮掩，称不过是一晚。你是来求和的？那些遗物中，还有些是京中女眷的旧物，不知道苏夫人可否还记得光禄寺卿马大人的夫人呢？什么意思？马大人乃三朝老臣，当年负责继位大典，还曾谏言新皇得位不正，在礼制上开罪了太后，后因其妻子意外坠亡，马大人伤心过度，告老还乡。不过近日，马大人的幼子调任大理寺卿，马大人在朝中威望极高，还牵涉继位一事。太后呢，已将此事全权交于大理寺处，国公也与您撇清了关系。不可能！上一
信口雌黄，撕了你的嘴！提姆，我谋划了3年，为的就是今日啊！你果然是沈玉晴！来人！来人！来人！谋害皇亲，也是死路一条。提姆，你教过我的杀人诛心，要你命的另有其人。我只不过是来给你送壶酒。痛吗？痛就对了。你承受的不过是我和我小娘的1000万分之一。老爷，喝一杯。父亲，你怎么还有闲心喝酒？我能有什么办法？如今事已至此，我只好借酒浇愁呗。父亲借着母亲的家族势力，从一个落魄世家子，到手握军权的国公，现在看母亲失了势，就要将她舍掉。我自己去求裴姬，求太后。愚蠢！你与裴姬夫妻多年，他什么心思？难道你还不清楚吗？他就是想斩断我们国公府与太后之间的联系。只怪你母后自己做事情手脚不干净，留下了把柄。我们谁也救不了他。他做这些，都是为了你和太后，为了我。我做女儿的，不能眼睁睁看着亲娘去死。他做这些都是为了我们，我相信他会理解的。父亲，你是什么意思？只有这最后一个法子了。母亲，你怎么成这样了？怎么了？看来太后的人来过了呀。夫人此刻不能说话，这是要把所有的罪责都推给我们国公府吗？父亲，我们买通狱卒，找个死囚犯代替母亲吧。你是不是傻？只有他死了，太后裴姬才安心，我们才能脱身。
我喜欢的，我不喜欢的，你是一个都没有放过呀！就当是他们来找你还债了啊！傻着急干什么？快过来帮忙呀！过来呀！不好了，罗贵夫人投怀自尽了！新姑娘，沈远景最大的仰仗苏夫人已经倒了，太后也不会再管他。可您为何没有半分畅快啊？那雨水如光温暖黑暗，茫茫人海为你牵绊，在几度辗转，却只有悲伤，不甘流连。我妻儿，从今天起，你装哑，你装疯，只有这样，咱们娘俩才能活下去。晴儿，晴儿，再忍一忍，过了今夜，咱们娘儿仨离京城远远的，到边陲镇子开间小医馆，他们都死，以后换不回我小的。这一梦，情。